当你尝试与青春期的孩子沟通的时候，他对你爱答不理，时不时还顶嘴，你是否觉得又可气又无奈？到底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说，才能走进他的内心，让孩子能够与我们好好沟通？本视频将为你提供一些对话沟通的技巧和工具，促进深层次的链接和理解。首先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想要和青春期的孩子有效沟通，我们先要了解孩子在想什么，他遇到了哪些困惑。而了解的第一步就是倾听，并且还是全身心投入的那种倾听。不仅要听到对方的话，还要听懂理解话语背后的情感和需求，然后再通过恰当的回应，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重视、被理解。举个例子，小明放学回家，你一眼就看到了他情绪不对劲。作为父母，捕捉到孩子的情绪波动，那必须是手拿把掐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，孩子开始跟你抱怨，明明是同桌上课在说话，老师却把我批评了一顿，你说冤不冤？这很明显是老师搞错了对象。给你3秒钟的时间，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回答孩子的问题呢？你是说老师怎么会冤枉你呢？肯定是你上课不老实，被老师发现了还不敢承认，还是说老师可能没有看清楚，误以为你在说话，没多大事儿，不用计较？又或者是说，那这也太冤枉了吧，不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你，确实不太合适。换作是我可能比你还要郁闷。这3个回答很明显，第3个回答更好。那我们思考一下，为什么第3个回答会比第2个回答更好呢？第一个就不用说了，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，更别谈沟通了。第2个回答给老师找借口，却忽视了孩子的情绪。第3个回答既听懂了孩子的抱怨，又听懂了抱怨背后的情绪，还给予了回应与认可，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，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感受和情绪是合理的。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要积极的倾听，关心孩子在学校里的事儿，站在孩子这一边，信任孩子，理解孩子，关心孩子，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沟通桥梁。只要你不是在敷衍他，那他以后遇到问题会更愿意向你倾诉，这样的孩子才能在你的掌控之下，才能有机会去引导孩子去成长。我说的这个掌控，不是要你去控制孩子，而是更了解孩子的动向，了解孩子的内心，更容易引导。积极的倾听不仅是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、被关爱、被理解，还可以培养孩子的同理心。因为孩子被温柔的对待过，所以他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身边的人，这里面的好处多到数不清。上面说了这么多，有些家长可能又要问，孩子根本就不跟我们沟通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那既然没有机会，我们就努力创造机会，比如带孩子出去吃大餐，比如带孩子一起去旅游、看电影，开车带孩子兜风、散步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要营造出一些自然沟通的场景，不需要刻意去寻找话题，互动自然就发生了。比如一起拼乐高的时候，孩子可能顺口说出和同学之间合作完成的项目经历；一起散步的时候，孩子可能会顺便聊起短视频里面有趣故事，或者正在发生的国家大事。这些不经意的交流，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孩子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。要切记，一个无批判的表达空间才是有效沟通的关键因素。不要着急表达自己的观点，更不要批评批判，不要用你这样太幼稚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等话语去否定孩子的想法和行为，更不能人身攻击。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面，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。希望这个简短的视频
对你有帮助。别忘了点赞和关注。